你看那个 CR-V 要转左转右，我不理啊，我直直去啊。我加那个什么英字头的那个日本牌子的一个，哇老喂，那辆车还不便宜耶。影片开始前，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我非常喜欢的 Elevo Sunshade， 而且它是 magnetic 的，只需要把它轻松的这样放一下、吸一下，它就会直接吸附在你的车框上面。如果你的车没有钉灯，或者你有粘很好的钉灯，但是阻隔阳光不够厉害的话，没有关系，买一套 Elevo Sunshade 很便宜罢了。开车的时候，即使是大热天，也不会很刺眼。当然，一些指定车款哦，连最后边这一片大镜都有推出它的 Sunshade。那这个 Sunshade 的安装方式，只是把它吸上去而已，因为它的边框啊是有吸铁的。最主要的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 Power Window 操作，非常的 good job。当然 ，Elevo Sunshade 有分2种款式，一个是普通款式，一个是 Premium 款式。像我这一个就是 Premium 金色 logo 的，它的这个透光度会比较低，因为它的这个网状结构啊会更加的密，而且 quality 非常的好。车缝线方面真的做到美美的。马来西亚各大车厂、各种车型都有推出 Elevo 的 Sunshade， 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就会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Elevo Sunshade 的价钱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E-MAS 7这一辆车啊，在马来西亚卖到非常的好啊，可以算是一个马来西亚 C segment EV SUV 的震撼弹，震撼了很多对手。那这台车如果对你来讲价钱稍微偏高，你的预算没有到的话，还有一辆好介绍，就是我身边这一台马来西亚也是刚发布不久，也是卖得非常好，卖得非常火，而且在中国啊真的是卖到够力啊，就是这一台 E-MAS 5。Proton E-MAS 5，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中小型级别的 hatchback EV 车型啊，起步价格只需要从马币不到6万块开始啊，你就可以拥有一台 EV 高科技、走在时尚尖端的电动中小型 hatchback 啊。为什么我讲它是中小型 hatchback 而不是小型 hatchback 呢？你不要看到 E-MAS 5这个5号跟 E-MAS 7号码比较小，它就会小很多。其实这辆车不小台啊，它如果放在 MyV 的旁边啊，它是比 MyV 来的更加大台，而且更加高科技，而且还有更多安全配备，所以用同样大概差不多一样的价格，你会选择 MyV 这个算是已经很旧了的产品，还是你会选择最新产品 Proton E-MAS 5呢？没有错，今天我又带大家来到我们 Johor Bahru Pasir Gudang Highway 旁边的这个 Proton E-MAS AKRR 了啦。来到这边呢，就是要为大家带来这台我自己其实个人还蛮喜欢的这个中小型 EV 电动车啊，就是 E-MAS 5。这台车我们之前啊就有带队把大家带到中国上海国际车展看了这一台车，在中国的姐妹车版本啊，但是现在它已经在马来西亚发布了。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频道呢是比较慢接触到这台车，今天我们才会为大家带来它的试驾体验。在外观方面啊 ，interior 方面，相信很多人如果是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都已经看过了非常多的讲解，所以我们在外观还有 interior 方面就不会太过多的展开。不过我个人还是要讲一下，我很喜欢这辆车的一些它的特点啊，就是这台车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后置马达后轮驱动车型。在前方，如果我们打开它的引擎盖啊，当然它没有引擎啦，我们打开它的前面的 bonnet 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容量算是蛮大的储物空间，全 hard plastic。好处就是你可以放那些可能会臭掉的东西，你带你妈妈去买一些鱼啊、虾、螃蟹啊之类的海鲜，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当然，如果是弄脏了，有一些鱼的血水啊、肉类的一些水流出来的话，你也可以用清水直接洗了，用布抹干净。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配置啦，而且它的 maximum 承重是可以高达25公斤，25公斤很重哎，差不多是一个7、8岁小孩子的重量了。当然没有叫你载小孩子啊，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啊。然后这个地方呢，有打球的朋友啊，可以放你的球啊、篮球、足球、球鞋，一些沾满泥的鞋子丢在前面，你的车里面就不会有怪怪的味道啦。有些人会讲，我可以放后箱吗？但是 hatchback 车型嘛，它的尾箱跟车内空间是连通的，你放一些臭鞋的话，可能就有味道啦。非常圆润的一个外形，还有它的这个车灯 design 啊，就看起来很像熊猫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子的设计。我相信这个外观啊，会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应该会很喜欢，觉得很 cute 很可爱。当然 cute 跟可爱给人的印象就是小，其实这辆车一点都不小啊。我们坐进来体验一下，这个内饰空间感呢，绝对是比我的 MyV 3代版来的更加大。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很合理的坐姿，还有一个很舒服的椅子。MyV 3代版跟它如果我们直接对比的话，
因为价钱非常接近嘛。Myvi 的椅子是硬到啊，很辛苦的。我从 JB 去 KL 去槟城还是怎样，长途行驶啊，我的腰因为有旧伤嘛，是会痛的。可是这个椅子坐起来呢，不用走长途，我坐下来过来，我就感觉到它是比 Myvi 来的舒适，来的软，然后它的包覆性也会比 Myvi 的好。Myvi 的好像坐板凳这样，I cannot 啊。它的 steering wheel 方面呢是可以做到上下调整啊，当然 Myvi 也可以啦。所以你可以在坐姿方面调整到你个人比较合理的一个坐姿。有些 Perodua 的车型啊，它不能上下调 steering 的，所以整个坐起来就是怪怪这样子。除了空间感，我们每天驾车接触最多的就是 interior。我觉得 interior 的材质、用料还有它的氛围感很重要。好像 Myvi 的整个就比较 old school design， 而且全部是很明显的 hard plastic。这台车虽然它也是有很大面积的 hard plastic， 但是因为它有做这种假皮革处理啊，所以你看起来还是比较顺眼、比较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很巨大的悬浮式中控荧幕，然后正前方也是一个全彩的 LCD 荧幕，就会比 Myvi 来的更加阿大西啦。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 rear wheel drive 的车 ？rear wheel drive 不是那些人拿来甩尾的吗？啊，是不是啊？好喜欢甩尾啊，所以讲喜欢 rear wheel drive 错。为什么我喜欢 rear wheel drive？ 因为 rear wheel drive 的车，其实在起步的时候，如果你一脚油门下，它的后轮会给予更大的抓地力，所以这个瞬间响应会来得比前轮车来得更加好。你想象一下，我们在车上如果要超车，一脚电门或者一脚油门下，我们的人是不是会往后倾？那我们的人如果往后倾的时候 ，weight transfer 将会把整台车重量往后移。后轮它如果是一个驱动轮的话，它将会有更好的接触面积的力道，就会更加咬地，所以在发出那个动力的时候会更加直接。前轮车，当你在一脚油门或者一脚电门下的时候，当 weight transfer 全部来到后面的时候，你的输出动力的轮子在前面嘛，那前面可能就会劈轮啊，或者有咬地、抓地不足的现象。所以 EMAS5 它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跟 rear motor 的配置啊，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而且你只需要花一个不到6万块，你就可以享受这一套 rear wheel drive 带来的驾驶乐趣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哎呀，尾部空间，刚刚这个椅子我已经调成我自己个人的舒适坐姿了啦。现在我坐来这个后面啊，它还是比 Myvi 来的好。我一直拿 Myvi 来比啊，很多人可能会生气的嘞，因为 Myvi 是一个很旧的产品了，这个是一个最新产品，拿一个很旧的产品对比一个新产品，会有人要吵架的。不过我要讲的不是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年份差距，我要讲的是为什么 Proton 做得出这样的东西。Perodua 几时嘞？其实我很期待，真的我很期待。我身为一个 Perodua 的多辆车的车主啊，我真的很期待。我希望 Perodua 可以反击，咬回 Proton， 不要给 Proton 一直 attack， 这样才精彩嘛，对不对？这个马来西亚汽车市场才会活跃起来。后座也不是没有什么缺点啊，就是它没有 armrest， 然后后座的这个空间感，小车嘛，这个中小型的 EV 车，这个椅背倾斜角度还不是特别的斜啦，还是属于比较直一点点的。不过加分点也是有的，有冷气出风口，而且是双向的，这个双向的冷气出风口很好，在一台小车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当然这台车也不是没有什么诟病的啦，据说啊，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些车主拿了车，还是觉得它的续航里程不是特别的高。不过这一点对我而言其实也还好，因为续航里程对于这台车来讲，你如果要求它可以走很长途，对它来讲太苛刻了。毕竟它还是一台入门的电动 EV 车，所以它的角色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告诉你，如果你家里已经有汽油车，已经有适合走长途的车，你只需要一台每天可以让你上下班很容易通勤、很灵活、很小巧、很舒服、很宁静，没有 engine、没有牙箱、没有这些让人讨厌的东西的车 ，EMAS5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如果你驾过电动车，你应该知道我刚才在讲的东西有多么的令人反感，引擎噪音啦、牙箱的这个顿挫啦、换挡的迟滞啦，想了又想吐。可是 EV 车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在中国体验过 EMAS5 这台车，也就是它的原型车。今天我们要体验的是马来西亚版本的 EMAS5， 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我们现在就带大家上路试驾。在上路试驾之前，如果你要试驾这台车也是可以的，我不是有特权可以试驾，你们要试驾也可以。来到我们 Johor Bahru Pasir Gudang 旁边的这一个 Proton EMAS AKRR 呢，直接 walk in， 你就可以试驾体验他们的 EMAS5， 不仅 EMAS5、EMAS7、EMAS7 PHEV 都可以。我会把他们的地址还有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联络他们。那在来临的3月28、29号2天啊，他们还有做这个 Hari Raya 的这个好像 open house 这样子的一个 event 啊，你们大家都可以带着你们一家大小来体验，来这边免费吃吃喝喝，体验 EMAS 系列车型的魅力。废话少说，我们直接上路试驾啦。欢迎我们频道的当家花旦 Jasmine 小魔力。今天我们当然要来试驾 EV 车，就要带他了，因为他是最容易 EV 晕的人。以前要试驾电动车啊，我跟他讲，哎，走嘞，陪我试驾电动车，他都很怕的。坐前面还好一点点，坐后面的话会晕哦。以前我们有拍过一个同级竞争对手，可是价钱又比较贵的一个 EV 车啦。连那边的跟我们配合的 Sales Advisor 啊，他都讲，如果有顾客来要试驾，他很怕，因为他会晕。一台 EV 车、电动车会不会晕啊？真的很影响驾驶体验。
，eMus5 我没有试驾过，我今天很期待，希望它不会晕啊。这是我第一次试驾 eMus5。其实我们在中国有驾过，可是中国版嘛不一样，我们要讲马来西亚版本。这风扇哦，如果你开大了，它是很大声一下哦。当然了，这个 Proton 的出名就是冷气够力冷嘛。不要紧，我们 reverse。如果这个 reverse camera 好嘞，幸好我有走错路啊，走错路我才有机会 reverse， 我才有机会看到它的这个 reverse camera 是那么的高清，一台5万多块起步的车啊，有这样子的画质，很好。你发现吗？我们之前加 eMus7 的时候啊，还有一个 ice cream 音乐，叮叮叮叮叮。这个没有，没有啊 ，reverse 加慢慢这样没有那个音乐的。好啦，好事啦，我喜欢啦，我不喜欢那种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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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的小车，这个 steering 很 OK， 它不是那种超级轻的嘛。Saga 那个就真的是超级轻的，我不喜欢。有时候转会转过头。超级轻的 steering 哦，你在还未驾车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驾车看一下电话啊，可能会瞄一下电话啦，看一下有什么重要信息，还是你爸爸妈妈打给你，你要看一下。太轻的 steering 啊，都会走偏的嘞。可是这个的 steering 的感觉，我觉得会比 Saga 的来得好啦，来得更加重手。OK。身为一个电动车车主嘛，虽然它才6万块一个小车，可是你看它电动车就是电动车，它的隔音表现就是比较好，不是隔音表现比较好，而是这辆车没有噪音，它没有 engine 的声音，没有压箱的声音。你在马来西亚市面上你可以买到的，我们讲新车啊，6、7万块的新车啦，那个 engine 跟那个压箱都不是什么顶尖科技来的啦，都是一些比较旧的技术。换挡的时候可能会迟滞啦、顿挫啦、起步延迟啦，那种东西真的是很烦人的。可是你今天可以用差不多一样的价格买到一台 EV 车啊，它就完全解决了那些问题，因为它根本没有 engine 没有压箱，没有启动延迟的可能性，这一点我还是很喜欢的啦。这辆车没有原厂的 dashcam 啊，所以要装 dashcam 的话，各位朋友其实买性价比好。看这个小车啊，它的好处就是当我要这种 U 灯的时候啊，来去自如啊，很轻松。这种就是驾小车的好处。驾惯大车了，你驾小的车你就觉得哇，我整个人好像很轻松，你不怕没有 parking， 你不怕那个路小条要穿越，很轻松的驾小车。然后你讲它是小车，它也不小，它还是比迈 V 来的大辆。OK 啦，这条有一个直路啊，因为它是一个小电机、小马达，我相信不是很够力的。我们试看啊，过掉那个过墩的体验。OK 哦，OK 哦，啊，加速的体验。你看，这种就是电动车的电门响应，它的 suspension 很好嘞，你有感觉吗？它在过墩的时候那个感觉很好嘞，真的很 surprise 嘞，这辆车怎么这样啊？是不是以为它的价钱就会给你老压货？它不会咚，很辛苦这样子过墩啊，我加快过墩啊，过墩了啊。哦 ，OK 嘞，哎呦，鸡蛋我喜欢这辆车嘞，这个价钱啊，这个价钱的对手啊，哪里还有对手？还有谁？它是很 solid 的嘞，很 solid 就完了，它不会给你咚用。我加那个什么 N 字头的那个日本牌子的一个 A 开头的神蛋啊，哇老喂，很多那个多余的动作啊，那辆车还不便宜耶。可是这个 OK 嘞，现在在工业区嘞，这里的路很烂，可是就是要这种路才试得到这个车，因为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子的路况的吗？我们买一辆车在马来西亚驾嘞，我们不是要在日本驾，不是要在中国那种美美的马路上面驾，我们要在马来西亚驾，这样这台车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国民小钢炮的。你来讲一下好不好坐这个车？我现在坐这个角度，我其实往后看哦，后面还有很大位耶，后面还可以坐到很宽敞，是，还可以很舒服。挑战下来，我要走去那种人多的地方，我驾我自己的车，我会怕的那种路。你看啊，我要进这种有这种巴萨啊，很多车 parking 啊，然后有 double park， 你看有很多人在路上乱走，然后那个路这样烂，你看那个 CRV 要转左转右，我不理啊，我直去啊，我直去啊 ，OK 的，看到吗？坐这个车这样好驾，说你啊，讲真的啦，前几天我在路上看到这辆车，我还跟他讲，这个车的车尾这样的，好像那个表情累这样。可是我现在驾了这辆车，我对它改观了，它的外形车尾啦，确实不是我最喜欢的外形，可是它的驾驶体验是我喜欢的驾驶体验。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买车一定要试驾，懂吗？我一开始我看这个车，我觉得它就是那种所谓的麦洛风啊，你驾出去就是很多声音，叽叽咕咕，然后铁皮很薄，然后很多那种 plastic 跟 plastic 之间的摩擦声，很烦的那种车。我错怪你了 eMus5， 原来你的体验这样好。你问我很够力吗？这辆车很有力吗？它不是那种很大马力的车啊，大家不要搞错啊。可是它的油门还不是电门的瞬间响应，绝对是打包一众跟它同价位的汽油车。而且它的电池比较小嘛，它很快满，所以这辆是 CT 卡，城市用途完美啊！你如果已经有了一辆可以走长途的车啊，懂吗？有些人他们买那种 Alfa Wave 他不舍得驾，很舒服很大辆可以走长途，可是很难 parking， 车油也会比较贵啦，因为那种 Alfa Wave 大辆嘛，会比较耗油一点点，再加上他心痛，有些人他不可以把那个车停路边的，好像我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可能要停在那边3、5天会心痛，日晒雨淋。这样如果有一辆这样的车来做第二方案啊，你可以驾这辆车去随便停，日晒雨淋，然后去做工停在你 office 楼下日晒雨淋 ，OK。
没有问题，很好的方案，我很喜欢，又不会贵，买来玩玩也开心。而且就算给你亏到完了，5年后它变0了，也就那6万，你懂吗？Alphard 5年后你不止亏6万的嘞，BMW Mercedes 啊更惨，5年后啊可能是对半斩那个价钱更惨。所以我觉得这辆车还是很适合Malaysia想要接触 EV 的朋友，可是预算不高，想要 try 这辆车 nice。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边了，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更好玩的 content 介绍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这辆 eMus5 你觉得怎么样？想要看我们对它做什么样的测试？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我们接下来有机会会为大家带来了。好了，我是赵生，小茉莉，我会把他们的联络方式还有小茉莉的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紧联络起来啊。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竟然忘记讲重点，这辆车会不会电车晕？不会，还可以按电话。 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